在川普赢得美国大选后，美股市场在短短几个月就从大喜到大悲。本来以为美股最大的红利川普上任了，他曾经说过，如果道指下跌1000点的话，美国总统应该立即辞职。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在意股市的总统。在本次竞选的时候，川普也是把减税作为自己核心的竞选内容之一，这美国人一听就乐了，看来一波行情又要来了。瞅着自家的油田是怎么看怎么觉得小了点。然而在短短几个月之后，美股就急转直下，标普500自最高点下跌了9%，纳斯达克下跌了12%，甚至跟川普最为亲近的马斯克，他的特斯拉今年暴跌39%，单日最高跌幅15%。与此同时欧洲股市今年上涨12%，德国股市上涨19%，中国恒生指数上涨17%。用一句话总结今年的全球股市就是美国衰落，遍地开花。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下美股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美股的行情急转直下？美股下跌仅仅是因为川普的关税吗？还有就是美股未来最大的风险有哪些？先来说美股下跌的原因，第一个就是川普政府的关税。关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增加美国进口产品的成本，这个就非常的直截了当，应该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投资的企业成本增加吧？因为成本增加的时候，要么就是企业自己吃下成本的上涨，牺牲利润，要么就是给产品涨价，让消费者吃亏，但这样会导致销量减少，同样会导致利润减少。有人会说川普政府加关税不是为了保护美国的企业吗？确实会有一些企业因为关税而受到保护，比如川普政府对钢铁征收25%的关税，那美国生产钢铁的企业就会有好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所有美国之外生产钢铁的公司都属于竞争对手。通过常识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当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增加时，你的销量就会增加，甚至价格也会增加。只要你涨价的幅度小于对手就好了。在川普政府开始实行对钢铁和铝的关税后，美国生产钢铁和铝的公司迅速提高了产品的价格，但这点对于下游的美国企业来说就不是好事。比如铝价的上涨对生产易拉罐的公司就不是好消息，而易拉罐成本的上涨对于可口可乐来说也不是好事，最终不得不吃亏的就是消费者。消费者手头的钱就那么多，当他们对一部分产品的支出不得不增加的时候，对其他产品的消费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。所以关税在保护一小部分美国企业的同时，会伤害绝大多数的企业。成本上升除了会导致企业利润的减少，还会从另一个方面影响股价，就是引发通胀恶化。现在美国正处在降息的周期，如果通胀反弹，美联储为了实现将通胀控制在2%左右，就不得不减慢降息的速度，而利率是对股市影响最大的因素，没有之一。可以说美股从22年10月份开始的上涨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市场预期未来的利率会不断降低。一方面利率降低，大家贷款消费、企业贷款投资都会更加便宜，经济活动通常会在利率不断降低的时候越来越活跃，企业的利润也会随之越来越好。另一方面呢，利率的高跌代表着未来的钱等于多少今天的钱，比如银行1年期存款利率是10%，也就意味着1年后的100块钱等于今天的91块钱。利率越高，未来的钱放到今天就越不值钱。恰好我们买股票买的其实就是一家企业未来的收入，当市场在预期未来的利率会快速降低的时候，也就是在预期未来企业的收入放到今天会越来越值钱，股票的价值也就会越来越高。但如果这种预期没有实现，当下美股的价格就被高估了。关税的另一个影响是会导致其他国家的报复。目前中国、欧洲、加拿大都对美国实施了报复性措施，纷纷增加对美国商品的关税，这会严重打击美国的出口企业，比如美国的农业就严重依赖出口。那除了关税，美股下跌的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不确定性的增加。首先是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，没有人清楚这场贸易战会不会愈演愈烈，我们不确定其他国家会不会形成新的贸易联盟，长期将美国排除在外，不确定其他国家在面临美国关税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强硬的报复手段，也不确定川普会不会一轮又一轮的加关税。其次，美国内部也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，川普一上任就先发币，严重削弱了自己作为美国总统的可靠度。
随后大规模裁撤联邦机构和工作人员，解散教育部，关闭美国之音。我不想评判这些动作是对是错，但必须承认的是，这些都是大动作。如此密集的重要行动，显然会大大增加当下美国社会和经济的不确定性。在金融市场里，任何不确定的事儿都是非常让人讨厌的。通常一个资产的不确定性越高，对应的收益率必须越高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风险高收益。比如国债的风险就非常低，被称为无风险收益，哪怕它每年的收益率只有1%或2%，也有很多人投资。但股票的风险就非常大，今天涨个10%，明天跌个10%，都是非常常见的。在当下，川普政府让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，对应的美股的风险也大大增加，投资者们自然不满足于现在的股票收益率，所以才会纷纷抛售。那钱都去哪了呢？很多钱都去了风险更低的美国国债，就是为什么美股下跌的这2个月，美国10年期国债的价格在不断上涨，收益率在不断降低。巴菲特老爷子在2024年持续减持股票，总出售额超过了1340亿美元，现金储备增长至创纪录的3340亿美元。巴菲特作为投资界的传奇人物，他的动作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巴菲特非常关注股票的估值，通常会在估值过高的时候减少股票资产的配置。既然巴菲特出售了那么多股票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当下的美股估值在什么水平。首先来看一下巴菲特指数，这个指数是代表在美国活跃交易的所有美国股票的市值和美国 GDP 的比值。从次贷危机后开始，巴菲特指数就一路高涨，不断创下历史新高。这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真实利率大幅降低，基本在0附近徘徊。刚刚有说过，利率的高低决定了股票的估值，所以虽然巴菲特指数在过去10多年一路高涨，但考虑到利率的因素也算是合理的。然而如今的情况却完全不同，美国的真实利率已经回到了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，但美股的估值却在历史最高点。目前美联储对联邦基金利率长期的预测是 3%， 而在疫情之前的10年，联邦基金利率长期维持在0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0。也就是说，美联储的计划是将利率长期维持在远高于之前的水平。如果考虑到这一点，美股的估值就太高了。再来看另一个更加常用的指数，标普500的 P/E 是指每股价格和每股盈利的比例。通常我们用 P/E 去衡量一只股票是被高估了还是低估了。如果是标普500，就用500只股票的加权平均值。其实P/E 的计算有很多种方法，每股价格非常清楚现在什么价格就用什么价格，但每股盈利却有很多种。最常见的方法是用过去1年的盈利来计算，还可以用过去10年的平均盈利来去除某个年份异常的波动性。比如在疫情爆发的时期很多公司的盈利都在短期内暴跌，这时候用过去1年的利润来计算 P/E， 得到的数字就会异常高。第3种方法是用未来1年盈利的预期值，这样做会更准确一点，因为买股票买的就是企业未来的盈利。比如今天市场都普遍预期比亚迪明年的利润会暴涨，那比亚迪的股价肯定也会暴涨。如果我们用过去的盈利来计算 P/E， 那数字也会异常的高。在这里我就用第3种方法，看一下用未来1年利润的预期值计算的标普500 P/E 在一个什么位置。最近2个月，标普500的 P/E 从最高点 23.5 下跌到了 21.3， 大概和标普500下跌的幅度差不多，也在 10%， 但仍然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17。所以综合来看，无论是巴菲特指数还是标普500的 P/E， 当下的美股都处在一个历史非常高的位置，下跌的风险非常大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未来的美股有哪些风险。先说明一下，本期视频关于美股的内容并不是为了给大家任何投资的建议，我说美股的风险更不是为了告诉大家要赶紧做空美股，只是我看了大量最近关于美股的分析报道，总结了几点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地方，至于说的有没有道理，大家自行判断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第一点是散户的钱在市场中太多了。目前美国家庭和非营利组织持有38万亿美元的股票，在过去6年上涨了 128%。单说这个数字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，如果我说这个数字是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.7 倍，大家可能就清楚了。对比之下，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，这个数字才仅仅是 1.2。 散户的钱多有什么坏处呢？和专业的投资者相比，普通的散户更容易冲动，情绪不稳定，也就是动物精神。
一旦股市下跌，悲观的情绪蔓延，很容易引发散户大规模抛售，导致市场进一步下跌。尤其是在今天，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非常快，同样传播很快的还有情绪。第二个风险来自消费，当股市下跌的时候，人们的财富水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从而重创美国的消费，导致企业业绩变差，引发进一步的下跌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本来股市的下跌对消费的影响并不会太大，我在之前的视频中有讲过，股市中的钱会被人们放到当前财富的心理账户中，消费边际倾向并不大。2019年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，每1美元的财富增长会增加 0.03 美元的消费。然而最新的研究显示，这个数字上涨到了 0.24 美元。按照 0.24 美元来计算，当美国家庭持有的38万亿美元的股票下跌 10% 的时候，美国的消费会降低9000亿美元。这个下降足够让美国的经济进入深度衰退。此外，现在的美国还有这么个情况，自2019年以来，美国最有钱的 15% 的人消费增长了 50%， 而剩下 85% 的人消费只增长了 20%。 过去1年，美国的消费增长几乎都是由最有钱的 15% 的人贡献的。通常来说，买股票的人都是一个国家比较有钱的一部分人，当股市下跌的时候，受影响最大的也是这批人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美股的下跌也会严重影响美国未来的消费增长。第三个风险来自日本，过去很长时间，日本的利率都接近于0，甚至低于0，这就引发了一个持续很久的现象，很多国际银行会在日本以很低的利率借钱，然后用借来的钱投资美国高收益的资产，比如美债或美股。根据估算，每年通过这种套利进入美股的资金大约有150亿到200亿美元。然而，在过去2年，日本的利率快速上涨，10年期国债利率从22年初的负值上涨到今天的 1.5%， 达到了次贷危机以来最高值。所以未来这条进入美股的资金线路将会大幅减少，对美股有长期的影响。还有一点，日元本身就是避险资产之一，随着日本逐渐从失落的30年开始走出来，日本的股市也渐渐受到全球投资者的青睐，这其中就包括大量投资美股的人。比如巴菲特在过去一段时间虽然大量减持美股，但对日本股票的仓位却不断增加。综合来看，在过去是大量的钱从日本进入美国，在未来起码在短期内，更多的钱可能从美国流入日本。第四个风险来自贸易战大幅升级，理由和刚刚分析为什么川普政府的关税会导致美股在过去2个月下跌的原因一样。我想强调的是，目前还有很多人对川普是有幻想的，认为川普主要还是想以关税为谈判的手段。然而谁也不知道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就在前2天，川普政府再一次宣布，从4月3日起对进口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 25% 的新关税，这会对墨西哥、日本和韩国等依赖对美国出口汽车的国家造成严重的打击。就连一向对美国温和的日本都声称不排除对美国实行反制措施。因此，如果川普再来2轮出乎意料的关税，不排除贸易战会突然大幅升级的可能。如果真的发生，全球经济都会陷入萧条，不光是美国，全球的股市都会深度的调整。最后，希望大家能理性投资，在今年不要亏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、点赞加评论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